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东西，它占了宇宙总质量的大约27%，是普通物质的5倍多，但你既看不见它，摸不着它，用任何光学仪器都探测不到它，它不发光，不反光，不吸收光，就好像对电磁波完全透明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它在那里，而且我们非常确定它在那里。这个东西叫做暗物质。那问题来了，你既然看不见它，你怎么知道它存在？你怎么发现的它？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要回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会让你看到科学发现是怎么发生的，不是某个天才在浴缸里泡澡突然喊出来尤里卡，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天文学家用不同的观测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撞上同一堵墙，最终意识到那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从头说起，要理解暗物质是怎么被发现的，你得先理解一件事，就是天文学家是怎么测量遥远天体的质量的。你没有办法把星系放在秤上称，也没有办法用任何直接的方式测量一个星系的质量，那怎么办？靠引力。引力是质量的唯一可靠指纹。一个物体有多少质量，它产生的引力就有多强，它对周围物体的运动影响就有多大。所以你要测一个星系的质量，就看它的引力对周围东西的影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它里面的东西转得有多快。这里有一个基本的物理原理，叫做向心力与引力的平衡。一个天体，比如恒星，绕着星系中心转，它能稳定地转而不飞出去，是因为引力把它往中心拉，和它转动需要的向心力刚好平衡。这个平衡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关系，转动速度越快，需要的向心力越大，对应的引力也要越强，对应的中心质量也就越大。反过来说，只要你测出了一个恒星绕星系中心的转速，你就能推算出它轨道以内的质量总和。这个方法在太阳系里用得非常好。太阳系里，太阳占了总质量的 99.86%， 质量高度集中在中心，所以离太阳越远的行星感受到的引力越弱，转速越慢。这叫开普勒第3定律。水星转得最快，海王星转得最慢，精确符合牛顿引力理论的预测。那如果把同样的逻辑用到星系上，会发生什么？这就到了今天故事的第一个关键人物了。1970年代初，美国女天文学家薇拉·鲁宾和她的同事肯特·福特用当时最先进的光谱仪，系统地测量了一批星系里恒星的旋转速度。他们测的方式是用多普勒效应。你大概知道多普勒效应，就是声源靠近你的时候音调变高，远离你的时候音调变低。这是因为声波的频率因为相对运动而改变了。光也有同样的效应，光源靠近你的时候，光的频率升高，颜色偏蓝；光源远离你的时候，频率降低，颜色偏红。星系里的恒星，有些在朝你转过来，有些在转到背面。通过分析它们发出光的颜色偏移，就能精确测出它们的转速。鲁宾他们测出来了，然后发现了一件极其奇怪的事情。按照道理，星系的质量集中在中央核球附近，越靠外的恒星感受到的引力越弱，就像太阳系里一样，应该转得越慢，画出来的旋转曲线应该在星系外缘部分向下弯，越来越低，就像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但是他们测出来的结果不是这样的，外缘的恒星转速没有降下来，而是几乎保持不变，曲线是平的，从中心区域出去之后就一直平着，不下降。这条平坦的曲线在天文学里有个名字，叫做星系旋转曲线平坦问题，或者叫平坦旋转曲线。平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星系外缘的恒星转速比预期快得多。转速快意味着那里有更多的引力在拉着它们，但那里看不见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发光的物质，没有恒星，没有气体云，什么都没有，至少用望远镜是看不见的。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牛顿的引力理论在星系尺度上是错的，需要修正。第二种，那里确实有物质，只是这些物质不发光，我们看不见。
但它们的引力是真实存在的。鲁宾本人倾向于认为这是暗物质的证据，而且他的数据非常系统，不是某一两个星系的偶然。他和同事测量了超过200个星系，每一个的旋转曲线都是平坦的。但是平坦旋转曲线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鲁宾第一个发现的，甚至不是他第一个提出用暗物质来解释的。在鲁宾之前，还有一个人更早提出了暗物质的概念，这个人叫弗里茨·兹威基。时间回到1933年，那一年，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在研究一个叫做后发星系团的地方。后发星系团是由大量星系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巨大结构，里面有超过1000个星系。兹威基测量了这个星系团里各个星系的运动速度，然后用魏利定理来推算这个星系团的总质量。魏利定理是一个统计力学的定理，说的是一个引力束缚系统，系统内部粒子的平均动能和系统的总引力势能之间有一个确定的关系。换句话说，你测出星系团里所有星系的平均运动速度，就能算出维持这个星系团不散开所需要的总质量。兹威基算出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星系团里可见的发光物质，也就是所有能看到的星系加起来，质量只有维持星系团所需总质量的大约几%，差了接近400倍。星系都在以极高的速度乱跑，按道理早就应该四散飞走了，但这个星系团偏偏还聚在一起，而且存在了几十亿年。要把这些星系拉住，需要的引力远远超过可见物质能提供的引力。兹威基的结论是，这里有大量的看不见的物质，他给这种物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Dunkel Materie， 德语翻译过来就是暗物质。这是暗物质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科学文献里，1933年，距今将近100年了。但是兹威基这个人在当时的天文学界是一个极其有争议的人物，他脾气极差，喜欢骂人，骂起同行来毫不客气，曾经公开骂当时天文学界的大佬是球形混蛋，说他们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混蛋。所以他的很多想法哪怕是正确的，也往往被同行忽视甚至排斥。他的暗物质观测结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兹威基用的是星系团的统计方法，有人认为他的测量可能有系统误差，不够可靠。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威拉鲁宾的工作如此重要，因为他的旋转曲线方法是对单个星系的精确测量，更直接、更系统、更难以质疑。鲁宾的数据发表之后，科学界的反应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开始认真对待暗物质这个概念。但是旋转曲线和魏利定理都是间接证据，是从引力效应推断暗物质的存在，还不是最直观的证据。最直观的暗物质证据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叫做引力透镜效应。引力透镜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预言。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质量会弯曲时空，光在弯曲的时空里走的是弯曲的路径。所以如果一个大质量的天体处于地球和遥远光源之间，这个大质量天体就会像一块透镜一样，把背后光源发出的光弯折，让我们看到被放大、扭曲或者出现多个像的遥远天体。这个效应在1919年日食的时候，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就通过观测太阳边缘星光的偏折，验证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后来天文学家们意识到，星系团也可以作为引力透镜，它庞大的质量会把背后更遥远的星系的光弯折，形成弧形或者环形的像。关键是从引力透镜的弯折程度，可以精确地反推透镜天体，也就是星系团的总质量。结果和兹威基的魏利定理算出来的一样，星系团的总质量远远超过可见物质的质量，而且多出来的这部分质量恰好就分布在星系团里，但对应区域里没有任何可见的发光物质。这些多出来的质量弯折了背后的光，但自己不发光，不可见。这是暗物质的强力证据，而且引力透镜方法和旋转曲线方法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物理原理，两种方法指向同一个结论，这让科学家们越来越难以用简单的误差来解释。
但是，真正让暗物质的地位从假说上升到几乎板上钉钉的证据，是一个叫做子弹星系团的观测。2006年，天文学家用钱德拉 X 射线太空望远镜研究了一个叫做 EE0657-56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两个星系团正面对撞之后的结果。因为对撞之后的形态很像一颗子弹，所以叫子弹星系团。星系团里的物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发光的恒星和星系，另一种是弥漫的炽热气体。这些气体会发出 X 射线，可以被 X 射线望远镜探测到。炽热气体是星系团里普通物质最主要的成分，质量远远大于恒星和星系的总和。当两个星系团对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那些稀薄的气体因为电磁力会和另一团气体发生碰撞，互相减速，被甩在后面。对撞之后，气体聚集在中间区域。但是如果有暗物质，暗物质是什么都不理的，它只有引力，没有电磁相互作用，所以两个星系团的暗物质会互相穿透，继续向前运动，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穿过去之后，各自继续向前，跑到了对撞区域的外侧。所以对撞之后，你应该看到这样的图像：中间区域是普通气体发出 X 射线，可以看见；而在中间区域的两侧，各自有一团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质量巨大的东西，也就是两个星系团各自的暗物质。天文学家怎么找到这些看不见的暗物质？用引力透镜。他们测量了整个子弹星系团区域的引力透镜效应，重建了这个区域的质量分布图。结果非常清楚，质量最集中的区域，也就是引力透镜效应最强的地方，不在中间 X 射线最强的地方，而是在两侧，对应两个星系团穿透过去之后各自的位置。质量在两侧，但没有任何可见物质在那里。可见的气体在中间，但那里的质量反而比两侧少得多。这个图像和有暗物质存在的预测完全吻合，吻合到几乎没有别的解释。如果你试图用修改引力理论来代替暗物质，比如一种叫做修正牛顿动力学的理论，它会预测质量应该跟着可见物质走，也就是说，最大质量应该在中间，而不是在两侧。但观测结果是质量在两侧，这直接给了修改引力理论一记重拳，让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子弹星系团的证据基本排除了纯粹用修改引力理论来代替暗物质的可能性。子弹星系团的观测结果在2006年发表之后，天文学界和物理学界对暗物质的接受程度又上了一个台阶。除了这些引力方面的证据，还有来自宇宙学的大尺度证据，也在独立地支持暗物质的存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留下来的余晖，是宇宙诞生大约38万年之后，宇宙从不透明变成透明时释放的光。现在已经冷却到只有大约零下270摄氏度，处于微波波段。这个背景辐射非常均匀，但不是完全均匀，有非常微小的温度涨落，大概是10万分之一的量级。这些温度涨落记录了宇宙早期的密度分布，是宇宙大尺度结构，也就是今天看到的星系和星系团的种子。通过精确分析这些涨落的统计特征，特别是不同角尺度上涨落的功率谱，天文学家可以反推宇宙的物质组成。2003年，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也就是 WMAP 卫星，发布了精确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全天图。对功率谱的分析表明，宇宙的能量组成大约是 5% 的普通物质， 27% 的暗物质， 68% 的暗能量。这个结论是从完全独立于星系旋转曲线和引力透镜的观测中得出来的，用的是宇宙早期38万年时的光，和后来对星系运动的测量跨越了100多亿年的时间，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暗物质比例。多种完全独立的方法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不同的空间尺度，用不同的物理原理给出了指向同一个结论的证据，这是科学上最有力的证据模式。好，既然暗物质的存在证据这么强，那暗物质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知道暗物质在哪里，知道它有多少，知道它的引力效应，
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粒子。目前最主流的候选者叫做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英文缩写是 WIMP。WIMP 的特点是有质量、有引力，但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所以不发光，对光完全透明，同时也几乎不参与强相互作用，所以也不和普通物质直接碰撞，只是偶尔通过弱相互作用和普通物质发生极其微弱的相互作用。为什么 WIMP 这么受青睐？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理论动机。在粒子物理里，有一类超出标准模型的理论，叫做超对称理论。它预言了一大批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新粒子。这些新粒子里最轻的那个通常是稳定的，不会衰变，而且它的性质和宇宙学对暗物质的要求高度吻合，质量在适当的范围，相互作用强度在适当的范围。宇宙大爆炸后残留的数量也刚好符合观测到的暗物质比例。这种高度的吻合被物理学家叫做 WIMP 奇迹，意思是如果超对称理论是对的，暗物质的存在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假设。但是 WIMP 奇迹现在遇到了麻烦。要验证 WIMP 有3种方法。第一种是直接探测，在地下深处放一个非常灵敏的探测器，等着 WIMP 和普通物质发生极微弱的碰撞，记录下信号。第二种是间接探测，在宇宙中寻找 WIMP 互相湮灭产生的信号，比如伽马射线、正电子、中微子。第三种是对撞机产生，用大型强子对撞机把能量集中，产生出 WIMP 粒子。现在3种方法都在做，而且都做了相当长时间了，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实验确认地探测到了 WIMP。XENON、PANDAX、LUXZE、PLIN 这些地下直接探测实验越来越灵敏，已经把 WIMP 的探测上限压低了很多数量级，在越来越宽的参数空间里排除了 WIMP 的存在，但就是找不到信号。大型强子对撞机也在超对称粒子可能存在的能量范围里反复搜寻，没有找到。这让一部分物理学家开始认为 WIMP 可能不是暗物质的答案，或者超对称理论需要重新审视。于是其他的候选者开始获得更多关注，比如轴子，这是一种非常轻的粒子，最早是为了解决粒子物理里另一个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它也有成为暗物质的条件。探测轴子需要完全不同的实验技术，不是等着它撞击探测器，而是让它在强磁场里转化成光子。全球有好几个实验正在搜寻轴子的信号。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候选者，叫做原始黑洞，是宇宙大爆炸后极早期的高密度涨落形成的黑洞，质量可以从很小到很大，范围很宽，它们不发光，只有引力，性质上完全符合暗物质的要求。但通过引力透镜和其他观测，已经排除了很多质量范围内的原始黑洞作为主要暗物质的可能性，但还没有完全排除所有可能的质量范围。还有人提出完全修改引力理论，认为暗物质根本就不存在，是引力理论在大尺度上出了问题，需要修正。但子弹星系团等观测证据让这类理论解释起来非常困难。目前没有一个修改引力理论能同时解释所有的暗物质观测现象。好，我们来整体梳理一下今天讲的内容。暗物质的发现不是某一个瞬间的灵光乍现，而是几十年间多条独立证据线索的汇聚。1933年，兹威基从后发星系团里星系的运动速度第一次提出了暗物质的概念，发现可见物质的引力不足以束缚星系团。1970年代，鲁宾和福特系统测量了大量星系的旋转曲线，发现普遍的平坦旋转曲线，外缘恒星转速不降低，暗示那里有大量不可见质量。引力透镜效应让天文学家可以直接测量星系团的质量分布，发现总质量远超可见物质。2006年的子弹星系团提供了迄今最直观的暗物质证据，可见物质和质量分布在对撞后分离，几乎排除了单纯修改引力理论的可能。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确测量，从完全独立的早期宇宙信息中
得出了和引力证据完全一致的暗物质比例，大约是宇宙总质量能量的27%。暗物质是什么？目前仍然不知道。WIMP 是最主流的候选者，但经过几十年的实验搜寻，暂时还没有找到。其他候选者，比如轴子和原始黑洞，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我觉得暗物质这件事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不是它本身有多神秘，而是它告诉了我们一件关于科学方法的事情。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建立在光上面，建立在电磁波上面。我们用眼睛和各种望远镜研究宇宙里发出或者反射电磁波的东西，这是几千年来天文学的基础。但是宇宙里有27%的东西不和电磁波发生任何关系，我们的整个观测体系对它完全无效。但我们依然找到了它，不是通过直接看见它，而是通过它的引力对周围一切东西的影响，通过那些被它拉住的星系，通过那些被它弯折的光，通过宇宙早期留下来的涟漪，一点一点地把它的轮廓给勾勒出来。这是人类观测能力在某种意义上的极限，同时也是科学推理能力最有力的一次展示。你看不见它，但你知道它在那里，而且你能告诉我它在宇宙里占了多少，分布在哪里，结团成什么形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李一杂谈，我们下期再见。